我把这个硬币扔进去以后，我们这个节目就开始了。你会看到牛仔，当然不是这个牛仔，而是我边上走过去的这些牛仔。之前我们很多节目里面都有出现过美国的这个州，比如我们拍摄日全食，我们拍摄龙卷风，其实都是有德克萨斯州的身影，但是没有正经带你探索过。这一次去了一趟系列。我们将和你一起来探索这个州，我们会去吃一点美味的烤肉，来看看真正的牛仔是如何生活的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支持我们来的是我们好朋友伊利，所以怎么样？绝对是带劲的一期节目。我们开始吧，去了一趟系列，德克萨斯州。提到德州，我们对于这里的印象可能都停留在店里的牛仔、牧场和荒野公路。但其实德州是美国面积第2大的州，拥有广袤的土地和非常鲜明的文化性格，既有这些牛仔的传统，也有如今快速发展的科技产业。这里的人对于德州的归属感强得可怕，甚至他们会说自己是德州人，而不是美国人。同时，他们也保留着许多西部时代留下来的生活方式，相对来说会比美国别的地方粗犷很多。那我们的第一站就从这个叫做沃斯堡牛仔小镇的地方开始。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个大型的牛仔游行，说有2000磅重的牛会冲出来，所以他说，如果说你被撞倒了，要求你保持冷静。那我一定会很冷静，我会保持一辈子的冷静。这个牛的牛角长到可以竖着把你穿起来，当成竹签穿。是，这牛角有2米长。你知道的，牛仔都会玩这个。这个相当于是牛的科目一。是的，这个科目一就是你要尽可能长的时间骑在这个牛身上。你看这个牛是这样的，会乱动的，保持平衡。OK， 手一定要伸起来。OK， 还可以，现在不算很难，感觉你拿捏住了。哎，怎么上去啊？你爬上去就好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要一只手在天上的呀。我觉得这种景点在国内是不可能存在，投诉率不高达100%。但是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，真正的牛仔在和什么东西搏斗。这民风太彪悍了，说实话。虽说牛仔小镇有很多活动可以让大家打卡和拍照，但是多少有点过度的商业化，体验并没有这么好。那正当我和李思维想寻找一些更接近德州的真实体验的时候，我们意外地走进了一家户外店，但不是我们想的那种。我们本来想着说来这买点那个户外的装备，结果我们发现我们导航导过来的地方不是户外装备，这个墙上放的，这里大概有200把枪吧。你看他这边就突然说着说着，他就会把你带进去，然后让你开2枪试一下你要买的枪，是不是有点害怕？是不是有点害怕？我刚问了一下这边老哥，他们人非常友善啊，虽然他们这边都是枪，他也没有立刻掏出枪来对着我。他跟我说，就是你在这边，你必须是德克萨斯州的居民，住了6个月。你才可以买枪，只要6个月，你只要住6个月，你就可以买枪。所以德州就是持枪的，我不能说重灾区，但是就是持枪的大州。你觉得枪太多了，我在街上真的会经常看到人，他鼓鼓囊囊，我非常确定是把枪，但是我不知道。这些人就非常安全，他们很安全。美国的枪支文化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如今，美国流通的枪支数量超过3亿支，什么概念？基本上等于人均就有1把枪，非常的离谱。那很多人认为枪是保护自己的工具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枪支的大量存在也让意外和暴力事件的风险不断增加。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美国社会，而在德州，枪又和牛仔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所以，本着来都来了，我和李思维也尝试了一下用枪打飞盘这个运动。Got it. Good shot. I got it. Got it. Good shot. Oh my! 啊，没那么简单。Hold. There you go. Nice. 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设计好爽啊，是不是很爽？很爽，打爆那个飞碟好爽啊！就是你知道你能打中它，那一瞬间你是清楚的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游客项目，按理说就是你只要不要瞄得太离谱，一般来说可以打爆。是的。Breaking horses and riding bulls, riding saddle broncs, that was all self-taught. Wow, that's amazing. So for how many years? 20 more years? 20, 25 years? I was about 1.5 when I was on a horse, and I'm 22 now, so that. Why are you young?
这位老哥还在穿尿布的时候就在骑马了，太牛了！他现在已经这么有腔调了，但谁能想到他比我小10岁？就是他才20岁就已经有牛仔的灯位了。04年的他是。李队，你能不能来表演一下牛仔的灯位啊？哦，我们牛仔从小就是骑在马背上的。你这好像不大像是美国德克萨斯的口音。知道不？我这家里面都有养牛的，好多牛。我爷爷辈儿就开始养牛了。你别说，你已经登出地面了，坏菜了。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熟练地掌握这个灯感？走。现在我们正在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技能，就是牛仔套索。A practice throw. Okay. It's gonna come right behind your cow here, and you'll spin it around a few times. Get Yeah. a feel for it. And then you're just gonna lay it over one horn, over the other. OK， 以前牛仔，你记不记得他们的电影里面都可以套住别人的脚，然后把别人拖走？你套我吗？你套我，我是那个牛。你先变成牛，李子文。牛不是这样的吗？他居然一次性就成功了，太牛了！牛仔是这样的，然后牛仔就这样回家了。就是我们玩的东西真的很美国。这位姐姐现在带我们扔斧头。他们说美国人之前学这个技能主要是用来打猎，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这个方式来打猎。他们说还有用来防人，我不确定你拿的斧子本身就已经够防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把它扔出去？这个就是7步之内，我的斧头比你快。也许你想学。哇，意思是到的，虽然没嵌上去。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力量了，就是要让它旋转起来。你这个方法是不对的。你这方法是不对的，为什么？这个老师就是他，虽然还没有完全教会我，但我基本上掌握了原理，比他高1英寸，握住这里，前后不要碰到腿，然后呢找到一个时机弯下去，让它旋转起来。天赋，绕场一周。你现在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大家没？以前李思维看我一直当傻子看，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比我厉害。其实以前他的眼神啊，藏在墨镜后面是这样的，现在啊，你看墨镜抬起来。是这样的，不一样的。这个体验看着还挺轻松的，但和农场主交流以后，就能感觉到德州这边做农场其实不怎么赚钱，所以他们会融入很多旅游的元素，有各种体验活动，让你真正走进这个牧场的生活。原本我以为牛仔只是一种很酷的职业，但是体验下来，牛仔的生活真的还挺拮据的，不怎么赚得到钱，而且非常危险。我们遇到了好几位牛仔，都只有4根手指，因为在拴牛的时候手被绳子卷住，整根手指就会被直接扯下来，真的非常的危险。到了今天，感觉德州的牛仔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，那这种文化始终在影响着德州。它不仅塑造了这里独特的性格，也成为很多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精神。I ran away, I ran away. Real players play it safe. I ran away. Welcome to Texas。这里是号称美国排名第1的烧烤或者烤肉，富兰克林烤肉店。美国人好惨，连烧烤都能排出第1来。我觉得真的很怪。我们来弄一个来看一下吧。这边其实排队很夸张，这边人都早上6点开始排队，排到11点钟。哇，我们出去品尝一下。How can we eat it? Like, what's the best way to eat it? Honestly, a good brisket shouldn't need any barbecue sauce, so you just take it out. Okay.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you guys to make like a brisket or the It turkey? depends on the heat, but typically it could be anywhere from 12 to 16 hours. 16 hours. 16, yeah. 听起来他们的这个 buff 已经叠满了。怎么样？直接用手好不好？怎么说？除了入口即化，想个别的词。好吃也不准说。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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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奶香味。奶奶的奶香味，说起奶，说起奶，非常感谢这次伊利支持我们过来，然后来给大家品鉴这个非常带劲的烤肉。没错，牛肉
配上奶制品是更香的。感觉这是我第一次吃到真正比较好吃的美国菜。而且它没有任何令人不适的那种味道，就是纯肉香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吃好吃的烤肉，我真的很少推荐店，你不少推荐店，你只要吃在节目里吃的每一家，你都说我推荐你来吃一下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我忘了，但是确实很搞笑。上次我们吃过一次螺蛳粉，然后他们店里的人把我的头印在他们的那个店里了，太影视飓风同款，你已经。对，但上次那个也挺好吃的。你要我打心里说，至少我觉得我推荐是我真心的，人家没有付我们钱。一顿地道德州烤肉也算是给这段牛仔之旅补充了能量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开启一段长途旅程，所以在出发之前，先找个地方补充一些路上的补给。这个地方算是美国特别大的中超了。正好在我们逛超市的时候呢，我有个挑战给各位，就是我们公司所有的人到今天不知道李思维的英文名是什么。他说因为觉得太羞耻了，所以说死活不愿意告诉我们。你们可以猜猜他的英文名叫什么？我先猜一个 Jennifer。就是这种反而没什么好羞耻的。Lisa Lee、Alisa Lee、Melissa Lee。You'll never know。大家可以一路猜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希望弹幕一直保持对李思维的英文名的猜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死活不愿意讲，因为太羞耻了嘛。我觉得挺糟糕的，是吗？到底叫什么？你有猜出来？叫 Dragon Lee。Dragon 龙李，没这么糟糕。李龙。就我现在答应你啊，你们只要猜出来了，我就一定不否认。这边东西真的多的有点难以置信。哇，这边这个有点多。你不觉得对老外来说很神奇吗？这个是进口商品，对他们来说。对他们来说是进口的安慕希酸奶。有一个 bug 就是我们客户的产品我们是不能带到美国的。奶制品。假如你带牛奶到美国，你会遇到问题。是的。哎，有，所以我们来中超可以找到客户。你看伊利小布丁，哎呀，这个好吃。我最喜欢吃的棒冰就没有之一，就是叫苦咖啡的。真的假的？这个东西从来没吃过。这个苦咖啡巨好吃。所以你的英文名到底是什么？我暂时不公开，迟早有一天这个事情会被发现。好的，大家猜一下李思维的英文名是什么？我已经猜过所有的了。Steven 就跟 Steven 这种差不多。Bianca 就也不浮夸，不是这种什么 Dick 这种的，就是正常的英文名。但我觉得 Trump Lee。Trump No Trump。我真想不出来了，各位你帮我想一下，李思维的英文名到底是猜不到的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不知道李思维的英文名到底叫什么。但是在超市里面，我们采购了很多符合我们口味的零食，还有不少伊利的产品。那采购完成，我们也踏上了这段长途旅程，带你一起去看看一个我想去很久的地方。我们一个来回得开12个小时来到了这里，就现在乍一看，我们这个位置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但是转过来你就应该会觉得有一点意思。这里是马斯克 SpaceX 的大本营，他们的老家。我背后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火箭，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火箭 Starship V3 版本。然后你看到那边那个大大的柱子，那个是它的1级火箭，然后那个看起来矮一点的那个是他们的2级火箭。然后这个火箭的特点就是它是能够飞回地球的，就是以前的火箭很多都是发射以后就扔掉了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大气层里面烧毁或者掉回来就不能用了。但这个火箭的目的是要完全可复用，所以它会飞上去以后再飞回来。主火箭呢是这样，比如架下来，然后被一个筷子一样的东西给夹住。然后呢，它这个2级火箭呢是会在太空飞一圈以后，以这样类似于一个飞机一样的这个方式，用它的这个肚子这样飞回来，然后在快要着陆的时候呢，立刻火箭下面的引擎开始喷火，然后把它竖起来，然后也被那个像筷子一样的东西给夹住。那这时候肯定有问题了，中国有没有能够对标它的火箭呢？当然是有的，有一个叫做长征9号。目前我们是看长征5号火箭，有个叫长征9号的这个火箭在规划之中，那就是中国的大型可回收火箭了。我非常期待这个项目，罗站应该已经立项了，所以接下来几年也许我们能够看到对应的长征9号的这些消息了。我很期待中国的这个可回收大火箭，真的就打心底里非常期待。我靠，这个是2号塔，这个是最新发射的这个新塔，后面那个是1号塔。它那个夹火箭的是哪个？夹火箭就是上一次成功的是那个塔，但是那个塔已经过时了，他们已经把它拆掉了。现在是这个新塔，这个2号塔还没夹过，但马上就要夹了。你现在看起来非常兴奋。怎么？你现在看起来非常兴奋。你想，你一直在看这个东西射火箭，你要不要来表演一下火箭，让这个东西把你射出去？我给你做个 AI 小视频，怎么样？来。你想做的就是这个事情，你根本不在意我的感觉。也在意啊！你这个难得有这种机会，是不是？哦，腿并拢，哎对，哎呦，这个都到位了。你就不用动啊，我来运镜就可以了。3、2、1，咕！
我真是无语了，李思维这种人在这边，我真的觉得和他是朋友很让人我觉得丢脸。成功把这边 SpaceX 的员工全给震惊到了，我真的很不想说我是他朋友。不摆没机会了，你也摆一下，你也摆一下。你为什么要逼我摆这种姿势？来，摆一个。为什么要逼我玷污我心里面？来都来了，我去，真是来了，快，他摆了。虽说站在人家公司门口拍照片总归有点羞耻，但当你看到这么一个关注了多年的项目出现在眼前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忍不住会有点兴奋的。熟悉我的朋友也应该知道，我们公司对于太空一直非常感兴趣。这些年除了拍摄火箭，我们也联合伙伴发射过一颗小小的卫星，虽然现在已经不在轨道之上了，但未来也许会有更多和太空有关的东西。我只能说到这里，先不剧透太多。太空真的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听说去过太空的人看向地球，会有种叫做总观效应的感受。这种就是仿佛人类的所有的东西被凝聚在眼前，所以格局、心里面的感受都会发生变化。所以我也忍不住好奇，如果我们都有机会去太空看向地球，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这天已经要黑了，我们就在这边结束吧。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的，就是我个人真的没有别的什么爱好，如果真的要说，可能除了视频以外就是太空。但是这一次来我挺开心的，真的看了3年的视频，没有想到能来到这儿。谢谢你能陪我们来这儿，也谢谢伊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My home is not a highway, a straight road.